欢迎来到今天的专题，我们直接切入重点，延续我们先前对义隆法说会的拆解。我知道现在市场上很多人还是把义隆看作是一家传统低毛利的笔电零件商，觉得它的成长天花板差不多就那样了。但说真的，如果你摊开最新法说会的数据，这绝对是一个严重的定价错误。如果你只盯着它过去的影子，完全就看错重点了。从最新的蓝图来看，义隆早就经历了一场结构性的质变，确立了极深厚的 AI 技术护城河。随着 AI PC、无人机避障跟智慧交通这些应用开始放量，义隆正在全面重塑自己。他们现在瞄准的是成为称霸终端设备的 Edge AI 系统解决方案商。我们先从资深产业分析师最爱看的营收结构来拆解。2026年第一季触控类产品，也就是触控板、触控萤幕跟指纹辨识，依然占据高达77%的营收。表面上看，核心命脉还是绑定在景气循环明显的 PC 产业上，对吧？但如果你换上演算法工程师的视角，真正的能量点其实是那16%的非触控以及快速窜升的 AI 边缘运算应用，这才是下一个爆发的第二引擎。更厉害的是，他们背后纯 MIT 的垂直整合生态系，义隆自己负责 AI大佬，子公司易晶提供 ISP 影像晶片，一名制造感测元件，再交由奇美车店做系统整合，甚至还有持股51%的达胜负责通讯。这等于在现在的国际局势下，直接打出了一张无懈可击的飞鸿供应链王牌。所以这就带出了目前市场评价最大的分歧点，到底该用旧有的硬体厂本益比来衡量它，还是要把它当作一家软硬整合的 AI 公司？从工程技术的底层逻辑来看，这根本不需要怀疑。义隆现在卖的早就不是以前那种一颗10块美金的触控 IC 了，他们现在卖的是未来机器人与无人机的眼睛与大脑，这是一场从骨子里开始的价值重估啊。当然啦，看财报的人一定会问，全球 PC 市场的总量成长毕竟有极限，需求复苏也不稳定，那要怎么撑起更高的毛利？这就要说到他们产品线以质带量的阶梯式进化了。你看，从早期传统的 ClickPad 一路升级到高阶的电容式 Haptic 压感触控板，现在更是进化到了 AI Agent 双向互动压感板。这个板子具备马达振动的物理验证功能，能确实建立起使用者跟机器触觉之间的信任感。技术含金量一拉高， ASP 平均售价自然跟着狂飙，毛利也就水涨船高了。而且技术升级的背后，他们在制裁权的防御上也完全没再客气的。那个整合指纹跟 haptic 反馈的4合一 Copilot Key， 最近才刚拿下2026年 Computex BC 大奖，这大大加速了它在高阶商务机型的渗透率。同时，义隆也对敦泰、毅力这些同业发动了毫无留情的专利诉讼。这招非常狠，但也非常有效，直接建构起一道坚不可摧的 IP 护城河。好，技术护城河是一回事，但要跨足无人机或车用市场，面对像高通这种国际巨头的算力压制，义隆凭什么赢？这就是工程师绝对会兴奋的降维打击了。义隆跟中研院合作开发了 GLANet 自研演算法，这基于最新的 YOLO V9 架构。你对比一下，高通的方案需要15 TOPS 算力跟超过15瓦的功耗，但义隆的 GLANet 只要区2 TOPS 的算力，功耗甚至不到4瓦。你要知道，在对电池续航力极度敏感的边缘装置上，这种极低功耗根本是碾压级的优势啊！把这个优势量化来看，最关键的数字就是1/3。义隆专利的 GLANet 演算法，居然只需要开源码1/3的算力，就能达到完全同等的辨识效果。极致的低耗点、低成本，还能做得轻薄短小，直接一枪命中了边缘运算最头痛的晶片发热跟续航力问题。除了低功耗，他们真正的技术壁垒其实建立在极端资料的训练上。你想象一下，他们利用 AR 跟生成式 AI 直接去模拟出0.001 lux 的极限黑夜，或是从隧道出来那种瞬间瞎掉的眩光，甚至滂沱大雨这种极端的 corner case 边角案例，然后搭配子公司易晶的 ISP 晶片，在硬体端就直接完成广角畸变校正 HDR 跟除雾，这让他们的系统在实地部署的时候几乎是毫无死角的状态。但这时候，财务派的分析师眉头一皱，一定会说：等一下，频繁跨足无人机、智慧交通到车用 ADAS， 这代表要摊提极其庞大的研发固定成本啊！这时候，工程师就会笑着告诉你什么叫一鱼多吃的 synergy 重效，因为底层逻辑全都是 GLANet。无人机上那一套6镜头360度避障追踪的多任务模型，竟然可以做到100%面重写，直接横向移植到电动巴士的 ADS 系统上，拿来做物件、车道线跟可行驶区域的切割。这种开发成本的分摊，让他们的转产成本几乎趋近于0。
好了，听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前面这段 YOLO V9 演算法光学 corner case 的技术细节硬核到让你睡着，那也刚好证明义隆电早就不是你想象中那家只做触控面板、笔电零件的旧公司了。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接下来我们要跨入最刺激也最直接影响股价的海内外地缘政治大猎杀。欢迎回到残酷的现实面，我们必须正视眼前的政治风险所带来的国安危机与财务冲击。近期立法院关于高达500亿台币、共计5万架的无人机特别预算，因为在野蓝白立委铁了心阻挡国防预算，导致审议进度严重递延。这不仅是国防安全的隐忧，更让市场对台湾军工本土概念股的短期财务预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对一龙难道没有打击吗？客观来说，常态年度标案以及双方自筹研发的时程完全没受影响。更重要的是，好在我们的本土厂商很争气。雷虎科技的美国子公司，真正的目标是瞄准美国国防部高达10亿美元的无人机优势计划，也就是 DDP， 这才是真正能让出货量爆发的超级主战场。翼龙跟雷虎联手打出了这张牌，时机可以说是抓得完美。雷虎已经拿到美国 Blue US 资安认证，还有州厂也到位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军方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绝对的 No China 去中化。翼龙这套纯 MIT 毫无中资疑虑的晶片跟演算法大脑，就是全面替换掉中国大疆 DJI 的关键底牌。那我们把这张布局的蓝图跟时间轴画出来。2026年第二季先扛下光罩 Tape Out 的资本支出，接着第三季无人机 AI 云台跟避障模组正式量产。到了2026年下半年，锁定美方与商用市场，开始规模化出货。然后到了年底，电巴 ANSS 系统取得 UNR151 认证并平行转产。这条量产蓝图非常清晰，完全给出了营收兑现的明确时间表。从商业模式来看，这真的是非常夸张的质变。以前翼龙单纯卖一颗兔控晶片，单机价值大概就10块美金，但现在出货给雷虎的是整套包含演算法授权的 AI Box 系统方案，单机价值瞬间暴增到150块美金，大约是新台币2万块。各位，这可是高达1400% 的惊人跳升啊！好，我们把视角拉回财务面，回顾一下2025年的黑历史。因为第二季有高达1.32亿元的业外汇损跟金融资产损失，把全年 EPS 狠狠压在8.53元。但你看，2026年一开局，第一季 EPS 就强势缴出2.46元。根据 FactSet 预估，2026全年 EPS 中位数上看9.2元，乐观点甚至能到10.47元。这强劲的基本面获利动能，早就把去年的阴霾彻底洗刷掉了。更关键的财报亮点发生在2026年5月。AI 领域的营收占比正式冲上了13% 的历史新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 AI 早就不是待在实验室里烧钱的专案了，它是实实在在跨越了量产门槛，开始为公司带入现金流的真正引擎。针对2026年第二季的财测展望，公司预估营收大概落在32到34亿台币。虽然前面提到，因为传统光罩贴报支出跟研发费用增加，会让营业利益率稍微降温，但受惠于高阶 Haptic 触控板的放量，毛利率依然可以极度强韧地维持在46.5% 到49.5% 之间的高水准。不过，身为理性的分析师，这时候必须踩个刹车。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庞大的潜在风险。第一，前10大客户的应收账款占比高达89%，这个客户集中度风险非常高。第二，为了维持技术领先，研发费用常态性占据营收的16%到19%，这个是极端沉重的固定成本。如果下半年无人机出货稍微不如预期，这2把双面刃随时都会反噬获利表现。另外还有一个短期利空，2026年第一季公司执行了库藏股转让给员工，稀释了341万股的股本，这对短期的 EPS 绝对是个压抑。但从工程视角来看，这绝对是必要的投资。在 Edge AI 这个神仙打架的战场，人才是你唯一的武器。这点短期的股本稀释是为了留住那批顶尖的 AI 演算法工程师，不然前面讲的 YOLO V9 跟无人机大梦全部都会变成纸上谈兵。所以这就带出了市场目前最激烈的估值 re-rating 重估辩证。如果用现价146.5元对应2026预估的9.2元的 EPS， 本益比才15.2倍，市场完全是用旧有景气循环股的上限在给它定价。但你仔细想，只要 AI 营收稳稳站上双位数，展现出软体自研演算法的议价能力，它就完全具备 Edge AI 概念股的资格。市场的评价绝对有潜力去挑战历史高点，也就是上看20倍本益比的议价空间。那在等待市场重新定价的这段期间呢，别担心，它的安全边际非常厚实。2025全年配息6.99元，配发率高达81.9%，换算下来的现金殖利率有4.71%。这张高殖利率的安全网
提供了极强的下档价格支撑，让你在这波转型期可以安心抱牢。看财务数据的人看重稳健殖利率，看技术的人看见即将引爆的美国无人机商机。所以最后我想留下这个问题让大家思考：随着2026下半年 DDP 专案与商用出货的催化剂即将到位，市场是不是严重低估了翼龙这座 Edge AI 帝国的真正价值？翼龙的价值重估或许已经是一场不可逆的进行式了。今天专题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